将军大喜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兄弟们撤了撤了。若宁，你终于嫁给我了，这是和亲酒，喝下之后，我们便算是真正结为连理了。没事，我知你现在没有做好准备，等你准备好了，我再与你洞房。呸！又给我推这种脑残短剧，用全部军功换一个女人，真不知道咋想的。要是朕叹息一直，还是随武帝的上手。要是朕有30万大军，想要什么没有？不是吧？真穿越了？那么多军功就换一个媳妇儿，你哪怕换点金条呢？算了，来都来了，还是京城第一美女，有便宜不占白不占。娘子，久等了，军中没有那么多礼数，我直接先盖头了，还挺害羞。什么味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发疯！你见那条狗什么时候咬过人？他在朝堂上受到那些老顽固多少回挤兑，哪次不是捏着鼻子认了？殿下这样真的不会被发现吗？顾承岳他可是镇北将军，要是他发起疯来，就连兵权都是说给就给。可是这次他用了全部的军功换的赐婚圣旨，我怕他不甘心。不甘心又如何？不会咬人的狗最多叫几声，叫够了再赏他几个美人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到时候我已经带你走远了，他连个屁都闻不着。还是殿下想的周到。我之前跟他说过，没有我的同意不许碰我。估计他现在正呆呆的守着那个稻草人，连盖头都不敢掀。谁叫你生得如此美，把我们的镇北大将军迷得团团转。殿下，半天了还没动静，这可怎么办？将军在边关苦了8年，拼死杀敌换来的媳妇儿还不让碰。将军要是憋出病来，将军，这些稻草是我的新娘。这丞相府简直欺人太甚。将军就跟被苏姑娘下了降咒一样，一碰到苏小姐的事就卑微，都怪属下疏忽了，才让苏小姐被换了。我甘愿去苏府请罪，去请苏小姐回来。这可是大宗师巅峰境界，随随便便出手都能击退数千人，跟着原主竟然活得这么窝囊。这不怪你，还是我之前太懂礼数了，连一个小小的丞相女儿都敢戏弄我。那苏小姐不在丞相府会在哪儿？带上兄弟们，我们一起进攻。是。将军，这么晚我们进攻干什么？退货！将军，三思。当年我替圣山守住北疆，剑伤化脓的时候，苏怀安和誉王在做什么？在朝堂上参您拥兵自重。那就对了，这笔账从今天开始，我慢慢跟他们算。将军他终于把门口守住了，没将军命令不许出鞘，但谁要是不长眼敢拦将军，是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镇北将军顾承墨带着刀往御书房来了。胡说什么？御前带刀是死罪。奴才不敢胡说，守门的侍卫拦不住，不敢拦。他身上还穿着婚服。将军您不能。顾将军，深更半夜带刀闯宫，你想造反吗？你说这个稻草人是？臣用军功求取来的新娘是一个假人，臣想知道，是陛下赐婚的旨意本就是一纸空文，还是有人胆大包天，连圣旨都敢偷梁换制？顾承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带刀闯宫，胁迫天子，这是谋反！谋反！臣请陛下即刻下旨，拿下此人，枭首示众。陛下，顾承岳目无君上，其心可诛。陛下恕罪，臣救驾来迟。常将军，这是怎么了？今儿不是将军大喜的日子吗？怎么穿着婚服跑到御书房来了？莫不是喝多了走错了门？苏丞相，令坤金若宁是你亲口答应许配给我的，
说不定是他恶人先告状，丞相之女早就被这心狠手辣的贼人杀害了。这心狠手辣的贼人杀害了，请陛下一定要为臣做主，一定要为臣做主啊！丞相真是好演技。既然你要我还你女儿，我就只有一个法子了。陛下，臣恳请搜查宫中。放肆！宫中岂是你这莽夫能搜的？顾承岳，你可知你要干什么？搜宫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臣知道，但陛下赐婚的圣旨代表的不是臣的脸面，是陛下的脸面。有人连陛下的脸面都敢踩在地上践踏，臣替陛下找回来，这也有罪。你想怎么搜？臣只要搜寻一处誉王的住处。陛下未曾召誉王回京，宫中更没有你要找的人。正是因为誉王不在，所以才更要警惕歹人将苏小姐掳至宫中。你说是吧，苏丞相？我不管，你必须还我女儿，不然老夫跟你拼命！准了。苏丞相放心，今晚我只找令女，找到之前谁挡路我砍谁，找到之后我才能放心将她归还于你。至于不相关的人，我还是很讲道理的。太好了，将军终于雄起了！这个疯子，他怎么敢闹到御前？怎么办？殿下，他要是进来了……陛下驾到！你快躲起来，箱子。去箱子里！殿下，不好了！常将军的兵把承恩殿包围了，好几百人都带着刀呢。顾承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带兵围困皇子寝殿，你想造反吗？别急啊，我的人最守规矩了。他们围起来只是为了帮我找一个人，找到了立即撤，找不到的话，谁都别想走。父皇，您看到了吗？顾承岳他拥兵自重，带刀闯宫，现在又围困儿臣的寝殿，这是叛乱，这是谋逆。您如果再不……义子，你先告诉朕，为何诬诏私自回京？哎呦，殿下，你这满屋子脂粉香气。看来我还真是来对地方了。还有，朕赐婚给顾承岳的苏氏女，为什么又跟你扯上了关系？儿臣不知道父皇在说什么。殿下不知道没关系，我这人在边关待久了，别的不行，找人罪再好，好事蛮子藏进地洞都能被我翻出来，更何况这间屋子。顾承岳，你放肆！这是我的寝殿，里面是我的私物。你这样的翻箱倒柜，是不把我皇室放在眼里吗？不是我不顾皇室颜面，只是我这新娘和兄弟们一起拼杀换来的，要是丢了，我实在没办法对我30万的教的兄弟们交代啊！陛下，誉王殿下不让臣搜，如果这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臣愿意领罚，任凭发落。那誉王殿下就是欺君。让开！父皇，您不能，他是要逼死儿臣啊！朕叫你让开！殿下，你抖什么？箱子里装的要是你的私物，你慌什么？若宁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殿下，别让属下难做。陛下，臣现在打开这个箱子，如果里面是空的，臣这颗脑袋您随时来取；但如果里面有人，这不是丞相家的苏小姐吗？怎么会在誉王的寝殿？谁来给朕解释解释？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。是苏若宁，是他勾引儿臣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们继续。父皇明鉴，就是他主动找上儿臣的。父皇，儿臣只是一时糊涂，是他写了诗，派人送到我府上。是他说顾承岳北疆8年，身上全是伤疤，让人想到就恶心。伤疤怎么了？那叫勋章，没见识。是我勾引你，誉王殿下，你敢对天发誓，不是你派人送来的信，不是你亲口说顾承岳那条狗配不上你。你胡说！你说只要事成就抬我进王府做侧妃，你说等风头过了就把顾承岳踢出京城，这些话哪一句是我编的？你血口喷人！你一个女子深夜私会皇子，本就不知廉耻，如今东窗事发还想拉本王下水，不知廉耻。殿下抱着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别忘了，你送我的那些信可都是盖着你的私印。好，想不到我远在边关也还能成为2位玩弄的一环，真是倍感荣幸。你给我住嘴！说吧，人你也找到了，你想让朕怎么给你说法？陛下你也看到了，誉王跟苏小姐可谓是两情相悦，我也不好做出这拆散他人的事。我看我和苏小姐的婚约就算了吧。可以，不过嘛，这婚约作废，陛下是不是得按照制度重新论功行赏啊？还有借调出去的兄弟们。行，那就封你为镇北侯，先前调出的10万兵力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陛下万万不可啊！差点忘了丞相，怎么样？我帮你找到了女儿，我送进侯府的彩礼是不是也得还给我？是，侯爷可派人到我府上去取。哎呀，我今天起得早，好累啊！我亲自派人送到侯爷府上去。就有劳丞相了。
陛下，臣和兄弟们谢陛下主持公道。夜已深，我们就先撤了。撤。丞相，你真是养了一个好女儿啊！陛下恕罪，都是臣娇女无方。父亲，逆女，你还有脸叫我父亲？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为什么顾承岳就跟换了个人一样？明明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朕问你，为何私自回京？我想回来膈应一下顾承岳，儿臣绝无二心啊！我只是看顾承岳他风头太盛，担心他威胁到您的皇位啊！哼，我的位置还轮不到你来操心，你把自己管好，朕就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唉，自觉这方面你还是比不上太子。你回去吧，你跟苏家女的婚事我会帮你安排的。谢父皇。顾承岳，你竟然坏我好事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陛下，臣要弹劾镇北侯顾承岳昨夜带刀闯宫，围困皇子寝殿，目无君上，此乃谋议之举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严惩顾承岳。顾承岳呢？回陛下，侯爷尚未到。陛下您看，他连早朝都不放在眼里，如此跋扈，日后必成心腹大患。哟，丞相起得真早啊！臣来迟了，昨夜捉老鼠费了点功夫。哼，侯爷好大的架子，带兵器上殿，这是要弑君吗？丞相说笑了，这箱子里装的可不是兵器，是证据。什么证据？裴烈，打开。比如这一封苏丞相与誉王殿下的密信，商量怎么把我从边关调走。还有这本账，丞相大人这些年贪墨的军饷，一笔。你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？让锦衣卫查一查不就知道了。誉王殿下亲启，北疆顾承岳势大，若其回京，恐不利于殿下。臣已联络兵部侍郎，设法削减其粮草，另附边关布防图一份，供殿下参阅。殿下若能登基，臣愿率百官拥戴。事成之后，只求殿下允臣掌管户务。够了！陛下请过目，这只是其中一封，还有他与北元残余势力撕下来的信件。丞相，你勾结皇子私通外敌，现在还觉得我是在逼宫吗？陛下，臣冤枉，这是伪造的，是顾承岳陷害臣。那上面可有你的私印，要不要找刑部验一验？退朝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顾承岳，求求你，放了我爹！你要我做什么都行，做牛做马给你当丫鬟，求你了！苏小姐，我们很熟吗？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那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我爹他……你一个人的主意？那克扣军粮、私通北元，也是你一个人干的？你自己选的路，跪着也要走完。这就是我30万大军。侯爷，这几年粮饷被克扣的厉害，兄弟们一天只能吃2顿稀的。你是谁？末将副将陈豹，在这北疆待了15年。侯爷要是来镀金的，末将给您安排个舒服的帐篷，每日好酒好菜伺候着。至于这兵怎么带，就不劳您操心了。哦，那你说，这兵该谁带？当然是懂行的人。您一个靠军功换女人的毛头小子，凭什么管我们？放肆！说的有道理。今晚
本侯在帐中设宴，款待诸位将军。王副将，你可一定要来。侯爷有请，末将岂敢不来？侯爷，这陈豹是地头蛇，军中有大半将领都是他的人，您真要忍？忍？我什么时候忍过？侯爷果然爽快，末将敬您一杯。王副将在北疆劳苦功高，本侯理应敬你。侯爷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您那30万军功换来的侯位，在这北疆不好使，兄弟们只认拳头，不认圣旨。王副将说的对，所以本侯也想让你看看我的拳头硬不硬。陪练，在，拿下。顾成玉，你敢！你克扣军饷，中饱私囊，导致士兵饿死，病者不计其数。你以为本侯来之前没查过？这是从你府中搜出来的，要不要自己念念？你是去害我？害你？你也配？还有谁觉得本侯不配带兵？哟，还有同伙名单：罗副将、李参将、赵将、赵游击。你们是自己站出来，还是本侯一个个请？侯爷饶命，都是陈豹逼我们的。克扣的军饷3日内补齐，少一文，你们集合！侯爷要宣布新军规。北疆的将士们，我知道你们这些年吃不饱穿不暖，打了胜仗没赏钱，打了败仗要送命。但现在本侯来了，从今天起，北疆的规矩改了。第1条，克扣军饷者斩；第2条，临阵脱逃者斩；第3条，欺压百姓者斩。侯爷为我，侯爷为我，侯爷为我。8年了，将军终于回来了。昨晚从陈豹等人家中抄出的银两，已经按人头分到各营。今日起，每人每天3顿干饭，加1顿肉。哥，咱们终于能吃上肉了！侯爷，侯爷是真心对咱们好。传令下去，3日内整顿完毕。本侯要北疆的兵个个能打硬仗。是。军中刺客，这种身手不是普通死士。裴烈被调走了，这是有预谋的刺杀。就这点本事也敢行刺，找死！不用追了，军中还有内应，追不上的。阁下就是镇北侯顾成月。姑娘是陆震之女陆青鸾，特来效助。侯爷，属下失职，那3个哨兵被人打晕在后营，一定是有人里应外合。与你无关，对方布局已久，等的就是今夜。陆姑娘，你方才说特来相助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帮我？侯爷不必多疑，我自幼随父习武，行军布阵，沙滩将陈豹整顿私分军饷给士兵，这样的将领，我陆青鸾佩服。所以你专程从京城赶来北疆，就为了帮我？算是吧。路过边关，顺便看看这位敢闯皇宫、逼退誉王、搅得朝堂天翻地覆的镇北侯到底有几分真本事。那你看完了，觉得如何？刀法虽然糙了点，路子野，但临危不乱，哪是过人？就是差点被人砍死那一幕有点丢人。姑娘说话还真是不留情面。我爹说过，战场上留情面就是送命。侯爷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，改天咱们切磋切磋，让我领教请教你的真功夫。好，军中正缺你这样的将才。侯爷这是想留我？你千里来援，又救我一命，总不能只砍2个刺客就走吧？传出去说我顾城还不知好歹，那得看侯爷有没有本事留住我。我可不是谁的面子都给。敬陆姑娘一杯，敬你千里来援，女中豪杰。北蛮骑兵来去如风，最擅长草原正面冲锋。若在此处设伏，诱敌深入2翼包抄，断其后路，河谷狭窄，骑兵施展不开，只能被动挨打。侯爷也懂骑兵战术，在北疆打了8年仗，从大头兵一步步杀到将军，这点东西要是都不懂，那30万军功是捡来的。那你当初为什么用全部军功换一个苏若行？总有些事做了才知道值不值得。我听说苏若宁背叛了你，你却没有杀他。杀他有什么用？他要的从来不是我，是我手里的兵权。他选了誉王那条路，就让他走到底。你倒是比我想的还要洒脱。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，陆姑娘，你方才说你自幼随父习成，侯爷好眼力，认出我家传的刀法。我爹说我若是个男子，将来必是大将之才。可惜什么？打仗靠的是脑子，不是男女。侯爷这话，我在京城可从没听人说过。青鸾，你愿不愿意留在军中？侯爷真愿意用我，不怕朝中那些老顽不说闲话？那些老顽固连苏淮安都保不住，还有脸说我？这北疆我说了算。陆青鸾愿随侯爷征战沙场，建功立业。
好，从今往后你我同跑。侯爷有令，即日起，陆青鸾任先锋副将，同是先锋营骑兵。一个女人当副将，先锋营可是咱们最精锐的骑兵，这能负重卖命这么多年，被一个女人骑在头上。交给你了。不服的将军请出列。二位觉得我不配当这个副将，能者为先，说得好。那你们俩一起上，能接我10招，这个副将我不当了。陆姑娘，你这是在侮辱人！废话少说，接不接？不接。就这。好刀法！还有谁不服？站出来！那就这么定了。先锋营即日起归陆青林统领，3日内完成整编，克扣粮饷，阳奉阴会者军法处置。遵命。侯爷，您这是给自己找了个帮手，还是找了个……闭嘴！去把先锋营的花名册拿来。是。报，北蛮300骑兵越过边关，正在附近村庄烧杀抢掠。先锋营500骑兵，随我迎战。顾成岳，我听说过你，连自己媳妇儿都守不住的废物，还敢来草原上送死！交给你了。侯爷调好吧。敌将已斩，先锋营冲锋！侯爷，陆将军这一手太漂亮了，3招斩将。她天生就是战场上的料，可惜是个女子。侯爷，您不是说不分男女吗？我是说，可惜若他是男子，封侯拜将指日可待，朝中那些老东西又要嚼舌根了。侯爷，首战告捷，斩首120级，缴获战马80匹。擦擦脸，干得漂亮。小意思，下次给我1000人，我直接端了他们的前锋营。会有机会的。顾成岳与陆青鸾配合日益默契，连战连捷。士兵们对陆青鸾从最初的质疑变成了由衷的崇拜。他们暂时不会来了，这次被打疼了，至少消停2、3个月。但还会再来的，北蛮的性子吃了亏一定会找回来。那我们就等着，来一次打一次，打到他们服为止。你说的对，来一次打一次。侯爷，京城传来的消息，您的威名已经传遍朝野了，连街边说书的都在讲您大战北蛮的故事。还早呢，这点小胜不过是开胃菜，北蛮的主力还没动。侯爷这是要赞一桌满汉全席？怎么，你不信？信，我陆青鸾跟定的人，从来没有不信的。连胜4场斩首过千，顾成苑这条狗到了北疆倒是学会咬人了。殿下，镇北侯手握30万重兵，如今会坏了殿下在京城的大事。做大，他骨子里就是个窝囊废，连你这种人能没有出息？现在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借着陆镇女儿的事罢。父皇病重，朝政由我代理，你带上犒赏的银两，以监军的身份去一趟北疆。殿下的意思是查他的账，扣他的粮。本王要看看他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，见了皇命就腿软。若是他不听话，把北疆的将领挨个换掉。奴婢遵旨，定让那这天下到底是谁说了算？圣旨到，镇北侯顾成岳还不率众将领跪迎？镇北侯，你这是要抗旨吗？甲胄在身，不失权礼。刘公公远道而来，侯爷好大的威风，只是不知道这威风怎么没用在苏丞相的千金身上。听说侯爷大婚之夜被退婚，抱的是个稻草人。公公消息倒是灵通，北疆风沙大，公公还是少说话，免得闪了舌头。咱家凤凰命靠军，这营里的规矩得按咱家的来。他这是故意激怒你，折你的威信。咬钩的鱼，总要先让他抛腾几下。侯爷，查过了，何安带来的香笼里，除了10万两犒赏银，还有誉王府的密信，以及5份盖了兵部大印的空白军令。知道了，退下。侯爷，你这账目一塌糊涂啊！先锋营的消耗比其他营多出了1倍。先锋营连战连捷，吃得多些，理所应当。理所应当？咱家看是有人重宝私囊。陛下有旨，北疆粮饷开支过大，即日起由咱家代为核查调度，请侯爷交出半枚军印，由咱家代管粮草。你确定这是陛下的意思？何安，先锋营每日操练最重，你把粮草减半，箭矢只给3成，还掺了发霉的陈米，你想饿死我的兵吗？陆副将这话说的，朝廷艰难，大家都要节俭。再说你一个女子带兵，能打什么硬仗？你找死！陆将军，侯爷有令，不可拔刀。放开！顾成岳，那个阉狗不仅克扣粮草，还收买陈报旧部，散布流言，你到底在忍什么？你若不替你杀，杀一个太监很容易，但杀了之后，誉王会以谋反之名断我们所有。我要让30万北将军心甘情愿指认镇北侯。要做到这里，就必须让所有人亲眼看朝廷派来的人是怎么把他们往死路上逼。杀一个太监很容易，但杀了之后呢？誉王会以谋反之名断我们所有的粮草。我要让30万北将军心甘情愿指认镇北，朝廷派来的人是怎么把他们往死路上逼的？朝廷派来的人是怎么把他们往死路上逼的？
是谁来报？北蛮一支500人的游骑出现在落英谷。陆副将不是自诩先锋营天下无敌吗？咱家以坚兵名义下令，命陆副将即刻出兵剿灭。粮草见识不足，你让我怎么打？军令如山怎么？陆副将不敢。那便立下军令状，若不能全歼敌军，提头来见。军令。侯爷果然识时务。盯死河岸的清洗，让宋家商道方向的斥候封锁所有消息，一只信鸽也不许飞出去。是。这一仗，你只管活着回来，剩下的血债我来算。不对劲，撤！何安，你这个畜生，结阵，往外冲！北蛮调度已断，先锋营随我反冲。忍着点儿。这点伤算什么？不用人扶，你直接拔就是。伤口不深，没伤到筋骨。侯爷，全查清楚了。从这小子薛底搜出了河安跟北蛮细作的密信，伏击地点就是核定的。另外，晨报的旧部收了河安的银子，准备今晚3更用划断。好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去把我们的监军大人请到帅帐来。侯爷，陆青鸾兵败落英谷，损兵折将，按军法当斩。咱家身为监军，今日就要当众拿他问罪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刘公公，你是不是觉得有誉王给你撑腰，我就真不敢杀你？咱家是皇命钦差，你敢动我一根指头，就是谋反。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今晚到底是谁要死？都给咱家看清楚，咱家是皇命钦差。镇北侯今日若敢动我，就是抗旨谋反。来人，拿下陆青船，女子乱军至先锋营，损兵折将，咱家要将他押回京城问罪。谁敢碰我手下的兵，我先砍谁！你还敢放肆！顾承岳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兵，不遵皇命，不敬钦差。裴烈在。河安克扣先锋营粮草，暗扫行军路线给北蛮，又收买晨报旧部，欲在今夜3更鼓动华练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顾成哥伪造证据，构陷钦差。你的私印、你的亲卫、你的银票去向，你要不要一样一样认？就算有错，也该由朝廷审。咱家是陛下派来的，你敢私刑杀钦差？通敌！军法先于圣旨。顾成哥，你敢？谁再往前一步，斩！首恶站出来！本侯给你们留全尸，被裹挟的放下兵器，编入敢死营，3战不退，既往不咎。侯爷，名单都在这儿，斩首恶。从今日起，北疆粮草、军饷、军令皆由镇北侯府统一调度，豫王府监军衙门任何文书入营即废。这男人，我这条命交给他倒也不亏。北疆军务，外人勿扰。顾承岳，你真以为杀了本王的人就能移起30万兵？传令户部兵部动北疆军饷，沿途招县，1粒粮也不许给他。本王要让他知道，兵会听话，肚子不会。附近几座州仓有粮，给我5000骑，我今夜就去搬回来。搬？抢百姓的粮还是抢朝廷的粮？总不能看着兄弟们饿死。誉王等的就是这个。他散出去的谣言已经到了各州县，镇北侯斩钦差谋反，朝廷断粮，是在除逆。我们一抢粮，这个罪名就坐实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跟誉王讲道理吧？不找朝廷，找宋家。宋家堡，北疆最大的商贾世家，掌边贸粮队，钱庄遍布3省。誉王能封官仓，封不了商路。你就带这么点人去宋家堡？我去谈钱粮，不是去攻城。宋家堡墙高门厚，护院上千，万一他们把你扣下，北疆怎么办？所以你留下，我不在，大营由你暂掌，粮仓、马厩、军械库，谁敢靠近半步，不问身份，先斩后报。你就这么信我？落英谷你没把背后丢给敌人，我自然能把大营交给你。好，但你记着，宋家若敢为难你，等我伤好了，亲自拆了他们的门。我尽量给你留门，封锁粮荒消息，谁敢散播军中断粮，斩！遵命。顾承岳，你最好真能把粮带回来。各州县可都传令了，很好。顾承岳能杀河安，能杀陈豹，可他杀不了饿肚子的士兵。再放消息出去，就说北疆粮仓空了，他的部下已经开始抢粮。本王倒要看看他是继续装忠臣，还是亲手把谋反2字写在脸上。镇北侯亲临，宋家蓬荜生辉。侯爷，她就是宋家大小姐宋之薇。侯爷可以进来，但刀要留在门外。宋家堡只谈生意。宋小姐，杀神，你确定要我把刀留在门外？怎么，侯爷舍不得？我只是怕待会儿你求我拔刀时耽误时间。侯爷远来是客，请坐。侯爷，他这是羞辱您。茶不错，先喝。我听闻侯爷曾为苏家小姐用尽军功，后来又为一口气斩了监军。如今北疆断粮，侯爷总虽想起世上除了刀还有银子。宋小姐消息很快，做生意的人消息慢了就会死人。侯爷想借粮，
可以，宋家愿借30万石，利息3倍。另外，镇北侯府未来3年军械采购交给宋家抵押，若逾期未还，北疆盐铁采购权也归宋家调动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利息3倍，军械3年，盐铁采购。宋小姐胃口很大，只是你咽得下吗？侯爷是在威胁我？我是在提醒你，宋家北路3条商道近2月被劫7次，西县2名掌柜失踪，尸体至今没找到。堡内账房宋广3日前忽然在黑市买下2处宅子，这些不是马匪，是誉王死士。你以为他们只封我的粮道，他们也在吃你的商路？侯爷查得到细，可这跟借粮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很大。你借我粮是救北疆，不借我还有别的办法。但你若继续装看不，一口一口吞干净。侯爷这是来求粮，还是来收我宋家？看你怎么选。顾承岳，外面都说你变了，我原本不信。一个能为女人把军功丢尽的人，再狠也不过是被逼急的狗。现在呢？现在像狼，知道哪里有肉，也知道先咬哪里。宋小姐夸人的方式倒很特别。别高兴太早。你说誉王在蚕食宋家，我可以信3分，但商人只看结果，不提听空话。明日清晨，宋家有一支粮队走黑风道，那里山窄林深，最近马匪最多。我借粮，你若能护粮队平安抵达的粮，总要让我看见镇北侯的本事。若失败呢？宋家以后与誉王与朝廷照旧做生意。条件改一改，粮队若平安，我要半年粮草。若在黑风道查出宋家内鬼，宋家还要把边贸账册向我开放。账册是宋家的命脉，所以我没说现在拿，等我救下你的命脉再谈。好，若你真查得出内鬼，账册给你看。宋家以后赚的是安稳钱，不是刀口钱。侯爷，昨夜查了随行名单，有3个护卫来历不明，别动他们。蛇要咬人，得让他先张嘴。你就不怕我故意设局，把你送进黑风道？你若有这个胆量，昨夜就不会让我进堡。宋七，你敢背叛宋家？大小姐，对不住了，誉王府给的价比宋家高。宋小姐，现在你可以开始算宋家这条命值多少粮了。大小姐，下辈子学聪明点，别跟誉王作对。你们的目标是我。誉王的狗叫的还大声。裴烈，给我烧！杀你们，我跟裴烈2个人就够了。誉王府的联络暗号是什么？说。做梦啊！早说不就不用受苦了。侯爷，内贼要跑！侯爷饶命！大小姐饶命！是誉王府逼我的。他们已经渗透了宋家西线和北线3成商路，只要我拿到账册，驾！宋小姐，誉王的刀已经架到你脖子上了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带着这堆烂摊子回去，继续做誉王案板上的肥肉；第二，做我北将军的钱袋子。宋之威有眼无珠，从今日起，宋家愿提供半年粮草，边贸账册明日送达侯爷安如营。记住你的话，下场会比河岸更难看。他怎么来了？陆将军，侯爷不仅搞到了半年粮草，还把宋家大小姐收服了，以后咱们不差钱了。钱袋子是吧？北疆的规矩，靠的是刀，不是算盘。侯爷，趁此急报，北蛮集结了1万铁骑，正朝边关杀来。他们以为我们断粮军乱，想趁火打劫。陆将军何必如此焦躁？如今粮草充足，侯爷只需固守营盘，北蛮自然无功而返。你一个商贾懂什么打仗？北蛮来去如风，护守只会让他们把边境村落抢光。侯爷，我愿率先锋营正面迎敌。不行，你的左肩伤没好，正面扛不住万骑冲锋。你信不过我，还是觉得有了宋家的钱粮，就不需要我先锋营卖命了？我打算把大营的粮草全部藏起来，伪造空营假象，诱敌深入救风宿谷。陆青鸾，正面我来扛，你带3000人冒雪绕后，截断他们的回路。能把后背交给谁？不看他是谁，只看他能做什么。末将定将他们毒死在风宿谷，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抓住他们！护卫结阵，用血淹埋火源，谁敢靠近粮车半步，杀无赦！先锋营，随我杀！收网，全军反击！
夫人，长侯爷，誉王联合禁军逼宫了。陛下病重昏迷，誉王封锁了宫门，软禁了百官家眷。苏若您那个贱人帮着誉王伪造圣旨，掌控了后宫。誉王的钦差带了5000禁军，正带着伪制往北疆赶，要剥夺侯爷的兵权。吵够了吗？造反！誉王巴不得我们造反，这样他就能顺理成章的登基。但这天下不是他誉王说了算，他既然敢挟持天子，我们就打出救驾清君侧、诛杀逆王的旗号。他越是拿皇命压人，越证明他是乱臣贼子。宋小姐，大军南下，粮草是命脉，我需要宋家动用所有商道，确保南下沿途的粮草补给不断。侯爷放心，宋家商号在，北将军的粮草就在。青鸾，你的先锋营做全军开路先锋，遇山开路，遇敌破阵。末将领命。双河，把苏若宁如何协助誉王逼宫，如何伪造圣旨的细节，一字不盗的写成供状，按上手印。我要让全天下看看，那个自诩清高的丞相千金是个什么货色。奴婢遵命，奴婢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撕下他们的伪装。侯爷，陛下还没驾崩，咱们全军靠寿，是不是不太吉利？这不是为陛下发丧，这是为大明朝的纲纪发丧，也是为誉王发丧。传令三军，保持缟肃，打开营门。等他把刀亲自递到本侯手里。清君侧，诛逆王！清君侧，诛逆王！圣旨到，镇北侯顾承岳率北疆诸将跪迎。全军跪。顾承岳，你为何不跪？本侯跪的是陛下，不是誉王府的狗腿子。问你几件事。圣旨当前，哪轮得到你问？陛下现在何处？陛下自然在宫中养病。哪个宫？何人市集？太医属哪位太医开方？这些岂是你能打听的？第二，圣旨为何没有内阁附属？第三，玉玺用印边角缺了一块，陛下御用玺印何时损毁的？大胆！你敢质疑圣旨，就是谋反！和安通敌，誉王死必伏杀宋家良队。宫中女官血书证明誉王封锁宫门，软禁百官家眷，证据俱在。奴婢亲眼所见，誉王持兵入宫，逼陛下用印。苏若宁帮他调换宫中印信，这道旨是伪制。胡说，全是胡说！顾承岳，你若敢抗旨，天下共讨！你敢焚旨？从今日起，北将军奉的不是誉王伪诏，是救驾清君侧之令。清君侧，诛逆王！钦差扣下，5000禁军，愿留的编入后军，愿走的卸甲归京。本侯杀逆党，不杀被蒙蔽的兵。回去告诉誉王，他挟天子以令天下，本侯就替陛下斩了他这只手。王爷，顾承岳当众焚烧圣旨，扬言清君侧。好一个清君侧！传令天下，顾承岳叛逆已反，各州县即刻擒王。他不是要来救驾吗？本王就在京城，等他来送死。誉王逼宫，伪造圣旨，挟持百官家眷。本侯南下，只诛逆王，不扰百姓，不抢民粮，不杀无辜。左路绕燕山，断誉王粮道；右路护宋家商队，保我军不济。中军随我，直取雁门。先锋营，愿为大军开路。沿途粮草，宋家商号会提前3日送到。若有一处断供，宋之威提头来见。出兵！顾承岳焚毁圣旨，公然起兵，以示谋逆。传朕，传陛下旨意，天下秦王。殿下，雁门关是北疆南下第1关，守将韩硕于中皇命，只要让他相信顾承岳谋反，他一定死守。告诉韩硕，若失雁门，全族问斩。若守住，本王保他封侯。娘，我怕。韩湘，你拿百姓挡刀，算什么守将？陆青鸾，顾承岳拥兵反叛，焚毁圣旨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尔等再进一步，本将便放箭。
他们是大明百姓，不是你的盾牌。他们若能拦住叛军，便是为国尽忠。妖言惑众，是没有侯爷军令，谁都不许动。侯爷，让奴婢去喊。奴婢是宫中人，他或许会信。护着他。赵将军，奴婢奉皇后娘娘血书出宫，陛下被誉王软禁，宫门被封，常侯爷是救驾，不是造反。逆贼连宫女都能收买，再敢靠近，杀无赦！侯爷，这人榆木脑袋，让我带人夜里翻墙宰了他。传令，全军后退10里扎营。退！誉王想让本侯踩着百姓尸体南下，本侯偏不让他主愿。你叫我来，不只是让我看你退兵吧？正面不能打，那就从里面看。你明日天亮前，在关前扎出3座假营，鼓声不停，火把不灭，让韩翔以为我们还在正面耗着。那你呢？我去关里，请韩硕亲眼看看，他守的是皇命，还是誉王的刀？宋家10年前走私盐铁用过这条暗道，后来塌了半截，又有毒瘴，连商队都不敢走，大队人马进不去，最多几10人。我带300先锋营进去，天亮前拿下城门。不行，暗道狭窄，你的破阵刀施展不开，你奸商未愈，一旦毒瘴入肺，连刀都提不稳。我不是瓷器，没那么容易碎。你的刀进去了，连转身都难。逞强不是勇，是蠢。正面佯攻更难。韩硕现在盯着你，你若露出破绽，百姓会先死。这个位置只能你守。好，我在正面拖住他。你若天亮前不出来，我就亲自拆了雁门关。那就别让我失望。全军列阵！顾承岳终于忍不住要强攻了，弓弩手，盯死他们！再忍一忍，顾承岳，你动作最好快点。脚步放轻，咳一声，外面数万百姓就多一分危险。侯爷，继续，撑不住的原地守后路，其余人跟我。顾承岳，你果然是叛贼，只会暗中偷袭！闭嘴！侯爷若要强攻，你关下那些百姓早成肉泥了。少装仁义！你焚毁圣旨，起兵南下，就是反！你若真忠，就该问问陛下为何不亲自下诏，问问誉王为何拿百姓挡在城前。我只认圣旨。那你认不认数万百姓的命？顾承岳，你擒了我也没用，城门下埋了30桶火药，一线就在我亲兵手里。只要我一死，城门守军还有外面那些百姓，全都会给我陪葬。顾承岳，你若敢动我，火药一响，雁门关就成炼狱。你怎么知道隐现在这儿？进门看了3次书案，右手一直离不开阵日。赵将军，你会守城，却不会藏杀机。侯爷，抓到了！他们藏在火药库旁，身上有誉王府腰牌。雁门若破，即刻灭韩硕满门，焚其府邸，嫁祸顾承岳图忠臣以及天下秦王。不可能！主子说，只要我守好关隘，便保我晋封显贵。他连上位掌权之人都敢禁锢拿捏，又凭什么护你前程？赵将军，奴婢若有半句假话，愿死在城头。誉王封宫那夜，陛下连药都送不进去，是苏若琳亲手换的印匣。末将诬陷奸王，陷害百姓，罪该万死。你该死，但雁门关还需要人守。开城，放百姓。你继续镇守雁门，防北蛮南下。若再让一粒火药对准百姓，本侯亲手斩你。末将愿戴罪守关。若北蛮踏入雁门半步，韩硕提头来见。伤得重不重？还能骑马。传令全关，北将军借道，不扰民，不抢粮。谁敢借清军剑之名欺百姓，斩！韩翔这个废物，竟敢向顾承岳！殿下，顾承岳如今打着仁义旗号，沿途守将未必敢死战，硬拦不如探清他的行军路，再一击毙命。你有办法？明晚我养在府外的暗茄，会哭会忍也会杀。他可伪作被乱兵迫害的世家女，混进顾承岳军中。奴愿为殿下取顾承风性命，探其军机。簪中藏毒，见血封侯。若你失败，你家族旧案，本王就重新翻出来。奴不敢拜。救命！求君爷救命！你是什么人？小女林氏，家中男妾，半路遭匪，父兄都死了。带去军医帐查伤。你怀疑他？乱世里活下来的人都该查，伤得不深，就好好养着。多谢侯爷救命之恩。若不是侯爷和陆将军，我早已死在山道。
如今只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报答诸位。可怜人走路不该这么轻。你以前学过武，幼时父兄教过几招防身，若惹陆将军不喜，晚夫这就离开。军中不是哭就能活的地方。侯爷，他说想报恩，求个杂役差事。侯爷救我性命，晚堂愿端察磨汉，绝不添乱。留下，在外帐打杂，内帐军徒碰一下，剁一根手指。侯爷，奴记下了。军中凉水金贵，洒了就收干净。我说收干净，不是弄脏我的帕子。记住，别拿誉王府教你的那套来试我，本侯不吃这一套。侯爷说什么？晚堂听不懂。听不懂最好。你既然看出他有问题，为何还留着？他在帐外转了3圈，眼睛一直盯着你的军徒，就是要他看。你要用他传假消息。誉王现在怕我，更想知道我下一步怎么走。林婉行就是他伸进来的眼睛，眼睛若不看见东西，鱼怎么咬钩？万一他真伤了你，那就说明守你守得不够近。谁守你？我是守清君侧的大局。那就守好大局。怕侯爷夜里用水，奴再添些炭。顾承岳不过如此，男人再冷也总会自负。落英谷，他还敢走落英谷？顾承岳向来善用伏兵，会不会有诈？林婉堂就在他帐边，图是亲眼看到的。顾承岳以前为了你犯蠢，如今不过换成了自负，要经营10万精锐，提前入落英谷设伏。我要顾承岳的北将军尸骨无存。林姑娘，夜里风大，鸽子飞不稳啊。拿下！都退开，否则我拉陪葬。誉王给你什么价，我宋家出双倍。我卖命不卖身。你的情报已经把誉王10万精锐送进地狱，现在还想拿人质换命？不可能，那图是我亲手抄的。是啊，专门留给你抄的。经营10万，死伤大半，主将只带几百残兵逃了。林姑娘，你这功劳不小啊！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那为什么不杀我？杀你只少一把誉王的刀，能让誉王知道他递来的每一把刀都会反割他的脖窿。他留在军中是祸患，所以锁上囚车，让他跟着南下，亲眼看誉王怎么败。狄营细作活着比死了值钱。他知道誉王府暗线，也知道苏若宁的手段。我什么都不会说。无妨，你不说，本侯也会让誉王自己说错。殿下，10万，本王的10万精营，顾承岳怎么会知道？他真的不是以前那个顾承岳了。你说什么？妾失言，妾只是担心顾承岳来势太快。传令洛城，5省秦王兵马全部集结，死守洛城，谁敢退，诛9族！这是开闸放水，后方商队过不来了。薛定远，这是要把我们困死在城外。有点本事。退一步，誉王就能喘过气；可不退，粮草怎么办？退，誉王逼宫，天下都在看本侯这面旗能不能打到京城。今日一退，明日各州守正会说清军气不过如此，粮不够就夺他的水，路断了就从水里杀过去。加价10倍。快跑！是官军！薛眷臣，他是要把顾城自荣活活饿死在洛城外。顾承约连破雁门，又杀经营，确有几分本事，但年轻人锋芒太盛，最怕被拖。传话过去，就说洛城酒肉管够，镇北侯若饿得受不了，老夫可以赏他一碗稀粥。侯爷，这水又急又冷，强渡就是送命。水是人放的，就能被人收回去。洛城上游有坝，我查过宋家旧图，上游10坝控制3道闸口，薛清远派重兵守着。若夺下大坝，水势能改。我去。你的伤还没好。我的先锋营里有北地渔户出身，水性最好。你要夺坝，就必须有人趁夜潜过去。顾承岳，这一仗我能打。只带300敢死队，不上岸前不得出声。摸到闸口先断绞盘，若被发现，立刻发3支火箭。
若我回不来呢？我会亲自去接你。那我等着看侯爷会不会说话算话。闭嘴，上岸。镇北侯的计谋，老夫早就猜到了。放箭，一个不留！贴霸，举盾！滚木！还能喘气的，跟我上！陆震的女儿，可惜了，拿下她，顾城岳必乱。侯爷，陆将军中伏，大坝上全是伏兵，敢死队伤亡过半。北将军什么时候学会丢合同棒了？陆青鸾带300人替30万大军找生路，他没退，本侯凭什么退？大坝正面水急，但东侧有一段浅滩，窄泥深，骑兵过去会折损很大。血甲重骑卸重甲外层，马裹毡布，从浅滩迅渡，直插洛城东门。薛之远主力在坝上，东门必须。属下明白。侯爷，那大坝呢？我去。侯爷，水太急了！箭！冲过去！侯爷，靠坝！降吧，老夫可留你一命，拿你换顾城岳退兵。你也配拿我换他？你还真来了。本侯说过，来接你。顾城岳，你敢一个人上坝？谁敢上前一步，死！大人，东门破了，薛家重骑杀进城了！稳住，东门不过小乱，先杀顾城岳！敢死队，夺脚牌！顾城岳，老夫乃朝廷命官，你敢杀我就是反。你开闸淹田，断我粮道，拿灾民和士兵做赌，朝廷命官4个字你不配。胜者王侯，败者寇，你赢了洛城，也赢不了天下人心。那就睁眼看着本侯怎么赢。侯爷，东门已破，城中联军乱了。开闸谢勋，改水入旧河道。不用扶，我还能打。再逞强，我让人把你绑回军医帐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。缴械者不杀，敢趁乱劫掠者斩！斩！贴安民告示，北将军清君侧，止住誉王逆党，不扰百姓。是。打开洛城粮仓，先赈被水淹的灾民。薛巨远开闸毁田，杖记到誉王头上。轻点儿。知道疼，下次就少拿命硬扛。侯爷，宋家粮队已全部入城，灾民那边我会让掌柜配合赈济。做得好。宋家从今日起彻底绑在侯爷这条船上了。我可以给你誉王在京城的进军布防图。誉王疯了，洛城一破，他一定会拿宫里所有人做人质。东华门、玄武门、宫内暗哨，我都知道。图画出来，若敢漏一处，你会比死更后悔。好啊，他要人心，本王就给他看人命。殿下，饶命！既然他要来，那就让他看着皇帝和你们一起死！侯爷，4门以为，东、西、南3门禁军不敢出，北门也被咱们堵死了。誉王不敢打了，他要用人质拖我们。他会的，只剩这个。顾城岳，看清楚！你不是要救驾吗？父皇就在这里，百官家眷也在这里。你敢攻城，本王就让他们一个个摔下去！顾城岳，求你救救我！我知道错了，当初是我瞎了眼，是我被誉王骗了。你看我一眼好不好？顾城岳，我们差点成亲啊！你不是最喜欢我的吗？你救我一次，我以后可以给你做牛做马。传令，弓弩不得擅发。是。一炷香，顾城岳，本王只给你一炷香，下马弃刀，退兵30里，否则先杀这个孩子。誉王，你挟持天子，胁迫百官，拿父母挡刀，你今日每杀一人，都是你自己的罪证。侯爷，让我在死事上，我不信救不下陛下。罪证，史书由活人写，只要你退，本王就是监国；只要你死，本王就是皇帝。你当不了，
本王不是吓你，下一刀就不是手臂了。顾承岳，罗坤，你妻儿胸鹰笔挺如千钧重力，一次你还活着。罗副将，誉王早下令，若京城破，杀你妻儿灭口。侯爷提前救下他们，便是给你一条活路。罗坤，城上禁军听着，放下兵器，开城救下者，既往不咎，赏银翻倍。继续替誉王挟持陛下者，按逆党论处，满门军纪除名。罗坤，谁敢动摇，格杀勿论。我们是禁军，不是誉王的私兵，救陛下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侯爷，门开了。血甲重骑，随我入城。其余各部封锁街巷，不许扰民。父荣先走，禁军护送。顾承岳，我在这儿，救我！你连扶我一下都不肯。陛下，臣救驾来迟。顾承岳，顾承岳，你以为救了父皇，你就能活吗？这朝堂上的老狗们容不下一个手握30万重兵的权臣。今日他们跪你，明日就会咬死你。那也是明日的事，今日你先跪着。裴烈，护陛下离开箭矢覆盖范围。罗坤，接管城楼，所有禁军重新编队，敢乱动者斩。末将遵命。外城禁军已降大半，但誉王不见了。刚才压他的人被死尸冲散，他往宫里跑了。青鸾，你控城墙和外城，裴烈护驾，血甲亲卫跟我入宫。你身边人太少，宫里人质更多，人少，才不会被他反咬成纵兵乱攻。止步！亲卫卸马，救人！弓弩手压住屋檐，凡持火油者射手臂。侯爷，水车从东市调来了，民夫不入内廷，直面外宫火势。做得好，百姓内侍宫眷分开安置，登记姓名，防死士混入。北将军只护驾，不入内廷。宫中搜捕由禁军和女官带路，亲卫不得擅闯宫眷居所，违令者斩。侯爷，城前宫正路被烧，偏保有旧廊能绕，但御药房那边暗门被砖封了，不像临时所为。誉王早把退路改过。拿下！陆将军，看清楚，抢掠者是誉王死士。北将军若有一人扰民，照样斩。侯爷，誉王没往外逃，几处密道入口都被封死，御药房暗门也被改成死门。清点宫眷和内侍。顾承岳，救我！求你救我！我们曾有婚约啊，你忘了吗？你为了娶我，连全部军功都舍得。陛下在里面吗？不在，陛下已被护到偏定。誉王，你手里没有陛下，就只剩一群附属了。顾承岳，我也是人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本侯来救驾，不是来看着。给我攻城锤，我把门劈开。逼我失去分寸，越是这样，越不能按他的路。我去。侯爷，我去。属下身形比贾世清，能爬。进去后只切火油引线，不杀誉王，暴露一息，里面的人就多死一个。属下明白。切线报信，绝不逞强。3声敲击为号，若失败，就死在里面。不要把刀递给誉王。侯爷放心，属下这条命早就是北疆的。誉王想谈，就先放10个孩子出来。你要本高本侯退兵，总得先证明你还有谈的资格。本侯可以退兵10里。顾承岳，你入海风中一点旧情。顾承岳，陆将军，侯爷在吊他，你若动，誉王就赢了。誉王，你想看本侯跪可以，但你先把苏若宁推远些。你手抖，本侯怕你提前杀了人，坏了交易。人质活着才值钱，死了只会让本侯少一分顾忌。差点儿。誉王，你无召回京，私通苏淮安，伪造圣旨，逼宫软禁陛下，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能活？那都是你逼本王的！你一个臣子，凭什么手握30万大军？凭什么百姓都信你，不信本王？
撞门！让开！顾承岳，你敢再进一步，本王就把这些贱民全烧成灰！顾承岳，救我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跟誉王走，不该嫌你满身伤疤，不该看不起你。你再救我一次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听见了吗？他后悔了。顾承岳，你清君侧是假，抢回女人才是真吧？你放本王离京，本王把她还给你。本侯入京，救的是陛下，诛的是逆王。他是谁，与我无关。我与你就已经无关了。好，那本王就先烧死他们，看你怎么向天下交代。快扑到油面上！你们，啊！哼！逆王还不服输？放开本王！本王是监国，本王才该坐上那个位置。别乱看，低头出去，谁落下，我砍谁的脚。顾承岳，押誉王去见陛下。顾承岳，你以为抓了本王就赢了？真正能定你死罪的不是本王，是满朝文武，是祖制，是你北疆的30万兵。死到临头还嘴硬。本王早把北疆谋逆证词送到百官手里了，私铸军械，收买商贾，擅斩钦差，焚毁圣旨，哪一条不是你亲手做的？你救了皇帝又如何？接下来，满朝都会跪着求陛下杀你。那就让他们跪着说。逆子，你竟敢挟持朕！父皇，儿臣只是替皇族除患，真正的患不是儿臣，是他顾承岳。逆子，你竟敢挟持朕！父皇，儿臣只是替皇族除患，真正的患不是儿臣，是他顾承岳。闭嘴！押入天牢，严加看守。顾承岳，本王在下面等你。你们疯了！若非侯爷入京救驾，陛下和你们的家眷早死在誉王刀下。陛下，救驾是功，擅兵入京亦是罪，功罪不可混淆。请镇北侯先交出北疆兵权，自证清白。刀别脏在他们身上。和安，本侯斩了；圣旨，本侯烧了；宋家的粮，本侯也用了。哪一条，本侯都不否认。和安通敌北蛮，害先锋营入府，有密信、人证，北蛮细作口供，唯只无内阁副手双河亲眼见苏若宁调换印匣。豫王府禁军调动令，苏淮安救信，和安通敌文书全在这里。等你们把程序走完，陛下的人头已经挂在城楼上，你们的妻儿也已经成了誉王威胁天下的尸体。顾承岳，既然你说救驾已成，那得当殿交出北疆兵符，30万北疆军由朝廷暂管。交吧，交了你就死定了。不能交，北疆军一散，你救驾的功劳就会变成他们审你的绳子。宋家粮道与北疆军绑在一起，侯爷若失势，户部明日就能封我宋家所有钱庄。侯爷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没人能从您手里拿走兵符。侯爷既取兵符，便请奉上。陛下要暂管北疆军，臣可以交，但交之前，臣有几件事，请陛下明示。你说，誉王逼宫期间，哪些禁军统领开了宫门？哪些户部官员断了北疆粮饷？哪些内侍替誉王调换印罽？这些人尚未查清，兵符交给谁？北疆30万边军，如今赏粮草由宋家商道供给，军饷被誉王党羽冻结。朝廷若接管，粮从何来？饷由谁发？
军令由谁送到雁门、洛城、北疆各营？好，你签字。北疆近8年阵亡名册，372611人。晋越北蛮战报也在这里。谁要接兵符，谁就签字担责。若边关失守，北蛮南下，先拿签字人的脑袋祭旗。还有谁敢签？方才不是满口祖制吗？怎么一到担责就哑巴了？臣不抗旨，兵符可以交，但须等誉王党羽清查，皇城防务重整，北疆粮饷接续3事定下，否则30万边军一乱，誉王余党未灭，北蛮必趁虚南下。本侯是在替你们守命。那你说，眼下如何处置？臣即刻调血甲重骑退出攻城，只留3000护驾兵，3日内整理誉王罪证，御前公开审理。皇城外城交罗坤暂领，禁军重编，由陛下亲派内臣监看。准。他退一步，便拿走1寸实权。朕这个镇北侯，真是长本事了。去查顾承岳入京之后，和哪些禁军将领、宫中女官商暗中接触，一件不漏。奴婢遵旨。那就把脑袋看紧。顾承岳，誉王不会坐等你审他，他还有宫里暗线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现在说了，能不能活？你补得上证据，就活到审完誉王；补不上，死囚还是死囚。我就知道你们会来。救我！我知道账册，誉王侧妃就寝殿夹墙里还有一本秘密账册。禁军救刀法，你们果然有人还藏在宫里，一个不留。晚了，政务烧了一半，你们审不成誉王了。孙嬷嬷，他传的令让我们毁掉林婉堂和账房。侯爷，属下失职，让他们烧了几卷文书。活口拿下了，但证据链缺了一截。他们不是来救誉王，是来断他罪证，说明剩下的证据比誉王命还重要。侧妃就寝殿夹墙仗战，若是假，你明日之前死。你以商队女眷名义入后宫查物资流向，别惊动太多人。宫中胭脂、炭火、药材都有采买账，只要孙嬷嬷还用过人，就会留下痕迹。你带路，搜誉王侧妃旧居，陆青鸾留在外围接应。我还能进宫？你负责杀出来的人，不负责逞强。这里曾是誉王侧妃住处，后来侧妃病死，孙嬷嬷一直守着。乔慧心不过，这账册签到陛下身边人了。里面除了誉王收买禁军、私换印信、通传地方守将的记录，最后3页是陛下身边长侍太监王德的往来银钱账目。誉王每次能精准掌握陛下病情，全是他弟的消息。最后3页是陛下身边长侍太监王德的往来银钱账目。誉王每次能精准掌握陛下病情，全是他弟的消息。这账册一摆，誉王的罪就定死了，连宫里的暗线也能一起拔了。王德伺候陛下30年，是皇权脸面。这账册递上去，陛下第一个要压的不是誉王，是我。那怎么办？陛下总不能为了一个近臣放过誉王吧？明日再审便知。顾承岳，你装什么忠臣？你带兵入京就是想逼宫，本王只是提前替皇族除了你这个祸患。洪武28年，誉王私调禁军3000入王府；29年，克扣北疆粮饷12万当，买通和安，害先锋营入府。够了！誉王谋逆，
证据确凿，其余恭维小人作乱，不过是依附逆王，不必牵连太广，动摇朝纲。陛下圣明。臣遵旨。誉王罪证已足，不必再查。父皇，你老了，连个太监都不敢查，连谁忠谁奸都不敢让天下人知道。你怕顾承岳，更怕天下人知道你身边早就烂了。押入天牢，3日后宗人府会审，顾承岳负责外围防务，不得插手内审。侯爷留步，陛下口谕，账册留下。侯爷也该学会适可而止。陛下说了，侯爷救驾有功，这些赏赐先行收下。那本账册是宫闱秘事，交给老奴带回便是，也免得侯爷沾了宫廷是非。你走什么大力气？哪曾小神？我这出什么事？账册是誉王罪证，理当留作会审用，凭什么交给你？若是抗旨，户部明日就能封了宋家所有钱庄，北疆粮道又要被卡。侯爷果然识大体，老奴这回去复命。你怎么就交了？账册一交，誉王案铁定被压成皇室家事，我们救驾的功劳也要被磨没了。交的是副本。侯爷这是给陛下台阶，也给自己留了后路。祝氏藏翻来，相比一人非一走分。诸位大人急着让我撤兵，是怕我占了京城，还是急着给誉王余党腾地方劫狱？我是不是胡说？诸位大人可以去刑部大牢问问其他被俘的死士。我可以撤兵，但有条件：北疆主力退出京城外10里，血甲亲卫留守皇城3日，待誉王案定后，再议城防交接。禁军重编由罗坤暂领，接受御前和镇北侯双重节制。他每退一步，都在拿更多实权。去告诉宗室诸王，今日不出顾晨宴，明日皇族天下就要改姓常。他现在是救驾功臣，你们不敢动他。等他站稳脚跟，你们连跪的地方都没有。陛下，誉王逆乱是皇族不幸，可顾承岳手握30万铁骑压京，又掌城防控禁军，现在满京城的百姓都只认镇北侯，不认朝廷啊！他比誉王的隐患更大。朕知道了，你们先退下。陛下，要不老奴再封？不必，朕亲自探。侯爷，宗室府邸昨夜连着开了3眼的会，宋家那边传消息，京中所有钱庄突然停止向北将军兑换银票，说是户部的命令。侯爷，我知道誉王的后手，他给宗室留了伪证，是一件龙纹黄袍。等宗人府会审的时候，他们会栽赃这黄袍加身，逼你自证清白。我把这个消息给你，求你留我一条命。知道了，裴烈，把他带下去，看好了。顾承岳，我知道誉王所有的罪证，
我可以帮你作证。我不求你原谅我，只求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供词交给刑部即可，以后不必再来找我。侯爷，陛下密旨，请侯爷卸甲入宫，不带亲会，不带随从，单独面圣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。我去，你们守好驻地和城防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入过宫前，本侯已交了破毒刀，这把短刃是陛下当年赐的防身之物，也要解。皇城规矩，任何人不得例外。侯爷，您就别让奴婢们难做了。看好了，若少了一道划痕，本侯拿你的脑袋磨刀。臣顾承岳叩见陛下。顾承岳，当年你替朕守北疆，身上留了17道疤，朕以为你是个纯臣，可今夜你带兵入京，外头的人都说，这京城只知镇北侯，不知有朕了。臣若不来，这京城现在只知誉王。臣救的是大明皇帝，不是为了听外头那些闲言碎语。好一个救驾！那朕问你，若朕现在要你交出北疆兵权，你交不交？兵权不是不能交，但要看交给谁，何时交。误国！你看看宗室递上来的折子，收买禁军，私通商户，扶持女将，扣押证人。你哪一条合了规矩？你这不是结党谋逆是什么？臣确实布局，确实掌钱粮，确实控城防。你敢认？臣为何不敢认？誉王逼宫时，满朝文武有谁能救陛下？若臣守规矩，现在陛下已经是一具尸体。你太狂了！若朕今晚赐你一杯毒酒，你猜你的北将军会不会反？臣若死得明白，他们会忍；臣若死得冤，30万铁骑会替臣问一句为什么。陛下若真有疑，明日臣便公开审理誉王，所有证据、证人摆在宗室百官面前。若誉王罪不成立，臣当场撤兵；若罪成立，任何人再借组织压臣，就是替逆王翻案。顾承岳，若朕明日死了，你觉得这天下该交给谁？皇位传给谁，是陛下和宗法的事。臣此刻只负责让誉王的刀从陛下脖子上拿开。若继位之人软弱，宗室争斗，百官反噬，你的北将军还会不会听新君调遣？新君若守边关，安百姓，臣听；若第二个誉王上位，臣照样清君侧。裴将军，誉王旧部传了消息，宗室王爷准备了一件龙纹黄袍，要趁侯爷出宫时塞进他的车驾。只要御史一搜，侯爷就是死罪。这帮老狗，我这就带人去截住他们。你不能去，侯爷入宫前下了死令擅动，你去了就是坐实逼宫。那怎么办？我去。陆将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罗勋，今夜和侯爷的车驾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。你若管不住手下的人，我的刀帮你管。陆家这丫头坏了本王的事儿。车驾放不进去，就放进顾成全更衣的偏殿衣箱里，等他一出来，直接拿人。王爷，那偏殿
是福公公的人守着。德顺的人也是要命的，去办。夜深路重，德顺，把朕那件玄狐外袍赐给镇北侯。陛下病重，更哀保重龙体。臣一身粗骨，扛得住这京城的夜风。哇！这是竟敢在偏殿私藏龙袍，大逆不道，罪无可恕。福公公，这片偏殿今晚是谁管的？是老奴手下的小鬼子。顾承业，你仗着救驾之功，竟敢在皇宫内院行此大逆不道之实！禁军何在？还不将这乱臣贼子拿下！顾承业，你作何解释？捉贼拿赃，王爷这局做得粗糙了些。陛下，此人并非自缢，脖颈上有2道勒痕，是先被人勒死再挂上去的，而且他死前挣扎，抓下了凶手身上的线头，这金线与这件黄袍袖口的补线一模一样。宋之威，这匹龙纹黄缎并非宫中制造，而是3日前宁王府的管家假借老太妃受礼的名义，从宋家东西的绸缎庄购入，银票的走账用的是裕王府名下被查封的旧钱庄。一派胡言！你一个商贾之女，早已依附顾承业，这账册定是伪造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把人带上来。是他，他是裕王留下的暗线联络人。黄袍本是裕王备用的第2套栽赃案，裕王被抓后，是宁王接手了这个计划。王爷饶命！是王府的长史拿我全家老小的命威胁我，逼我连夜赶制这件龙袍的。陛下看清楚，想让臣反的人不在北疆军中，在这皇族宗室里。陛下，陛下昏厥了，快传太医！陛下若此刻驾崩，遗诏便该立刻宣读，快去抢遗诏！国可1日无君。福公公，陛下怎知定有传位密诏，立刻交出来当众宣读，以安天下之心。王爷，陛下尚未大行，老奴万死不敢私动圣物。你想抗旨吗？镇北侯，陛下病危，按祖制，外臣与带甲之士必须退出寝殿100步之外。你还不带你的亲卫滚出去！裕王余党未清，黄袍案刚破，侯爷若退了，陛下和遗诏岂不是任由你们这群豺狼摆布？陆将军，你这是在教本王做事？女流之辈也敢乱政？陆青鸾，你陆家族人还在京中，若再与这乱臣贼子勾连，本王定要将你陆家满门再度下狱。裕王逼宫时，你们一个个闭门不出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如今父皇刚昏厥，你们倒跳出来装忠臣了，你们有何资格在此狂吠？公主慎言，后宫不得干政，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。你一介女流之言，决定不了国本。公主，请您以皇女身份入殿示吉。任何人敢在公主面前私动遗诏，按谋逆论处。
侯爷，京中各大钱庄突然被宗室暗中接管了，北将军的军粮兑换被全面卡子。若皇位迟迟不定，不出3日，外城30万大军就会出现供给断裂的恐慌。侯爷，誉王余党还准备了一份委，上面写着立一位年幼宗室为帝，由宗室王爷摄政，并以谋逆罪诛杀您。想拿遗诏翻案，把所有的罪名都用新摄政的一句话抹平。侯爷，若遗诏一出，百官蓬从，我们就彻底被动了。那就提前公开审判誉王，把誉王这个活口和所有罪证狠狠砸在宗室脸上。只要誉王案定死，任何遗诏都救不了他们。侯爷，出事了！天牢传来急报，说段万的誉王在牢里畏自尽了，尸体旁还留了一份血书，指控是您逼他诬陷宗室的。顾承岳，你杀人灭口，誉王殿下不堪受辱，留下血书自证清白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侯爷，铁链的断口极其平整，是用利器切断的。墙角还有暗道刚刚推开的心痕，这根本不是誉王，是被人用替身换走了。这是殿下的玉扳指，他真的死了。听见没？连苏氏都认了。顾承岳，你还想狡辩？苏若宁，把你的眼泪收起来，本侯不吃这一套。我只问你一句，誉王断的是哪只手？右腕。那这枚玉扳指为何会戴在尸体的右手残腕旁？一个断了手的人怎么戴戒指？是假的，这扳指是故意放的。殿下曾在王府养过一个身形与他极其相似的死尸替身，还有天牢的这条暗道通往旧宗人府祠堂。是真贱妇！你为了讨好顾承岳，竟敢满口污言秽语，攀咬宗室。我与誉王私奔，协助他控制后宫舆论，监视实行。我愿将所有经过写成供词，认罪伏法。收供入案，你罪不可赦。但这份供词，本侯用了。青鸾，率兵封锁宗人府祠堂。昭宁公主，请您带宫廷女官搜查内廷所有暗道。宋之威，动用宋家所有资源，截断誉王余丈外逃的银路。侯爷，那誉王的公审怎么办？明日一早，在太庙前搭设审台，无论誉王是死是活，本侯都要让宗室百官、天下百姓亲眼看着这桩铁案怎么判。盖了玉玺大印的伪遗诏，你们要的遗诏在宗人府祠堂的密室里找到了，上面写着传位给一个3岁的黄口小儿，由你们3位王爷辅政，还要侯爷交出兵权下狱。这正是先帝的真遗诏，天佑大明，国本已定。顾承岳，你还不跪下接旨？想用皇位继承来压过谋逆大罪，只要那傀儡坐上龙椅，誉王案就成了你们的家务事，本侯的清君侧就成了造反，是吧？这根本不是父皇的笔记，父皇素来不喜那个3岁的宗室子，怎么可能传意于他？公主已被顾承岳挟持，神志不清，女子不得议政。这明皇捐旨是10天前从誉王府旧库里调出来的，宋家伤后有沿途运送的案记。誉王殿下曾偷取过半枚玉玺边印，专门用来伪造缺角圣旨。这遗诏上的印，缺角位置与之前焚毁的圣旨一模一样。顾承岳，你乃外臣，无权审理宗诉。你带兵围困太庙，惊扰祖宗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。雁门关的密信，洛城的水害，密库的火油，天牢的假死，4处证据链在此。
今日太庙公开审判，继续。任何人若敢以伪诏阻挠，按誉王同等，就地正法。北将军只为外界给祖宗留体面，但谁敢放肆，本侯绝不留情。顾城岳要毁遗诏，保护国本。结盾阵，挡住他们，别见血脏了太庙。誉王，你终于舍得从老鼠洞里爬出来了。本王没疯，疯的是他。他带30万铁骑压京，根本不是为了救驾，他是要夺位。你们这群蠢货，还真以为他是忠臣？射箭。皇兄，你已经败了，放开那孩子，他什么都不懂。妇人之仁，昭宁，你以为他顾城岳是什么好人？等本王死了，下一个被软禁的就是你。誉王逼宫时，你们在哪儿？陛下被刀架在脖子上时，你们在哪儿？现在拿祖制护逆王，祖宗若有灵，第一个劈的就是你们。侯爷，太庙后殿有一处旧香暗门，他想拖延时间，从那逃往皇城夹道。裴烈，绕后封门，青鸾遁阵。伪造遗诏，谋害天子，勾结宗室。誉王，祖宗面前，你还有什么可辩？侯爷，我作证。誉王曾亲口对我说，只要你还顾念旧情，他就能用我拖死北将军。这一切都是他早有预谋。顾城岳，我把知道的都说了，你能不能看我一眼？记入案卷，带下去。陛下驾崩了！国丧伟大，先帝已崩，所有行审兵士必须立刻停止。镇北侯，你还不速速撤军卸甲，退出太庙！顾城岳，父皇死了，你救驾的名义没了。你现在就是带着30万铁骑围困京城，欺凌孤弱宗室的乱臣贼子！放屁！他谋逆逼宫，证据确凿，我先宰了他，看你们还怎么翻案。收刀。谁说父皇没有遗诏？先帝临终前留有床头密诏。这算什么密诏？连继位之人都未写明，此诏无效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当按宗法推举年幼宗室继位，由我等亲王摄政。侯爷，出事了！宗室暗中操控京中粮商，粮价半个时辰内暴涨了10倍。谁敢退？先帝驾崩，全军告诉，誉王押入侧殿，由北将军、禁军、宗人府3方共守，谁敢私放，杀无赦！宋之威，开宋家粮仓，平价放粮。若有奸商敢囤积居己，北将军替天行道，抄家灭族。公主，劳烦您与福公公寸步不离，守好先帝密诏。誉王逆案，就在先帝灵前审完。先帝一日不闭眼，本侯的30万铁骑一日不退。侯爷，今日在太庙，有一句话我没敢当着宗室的面说。公主请讲。父皇临终前握着我的手，最后的一句话不是传位给任何宗室，
他说的是让顾城月震天下。震天下3个字，宗室可以解释为托孤，百官可以解释为摄政。他们会把这当成一道枷锁，逼我辅佐他们选出的皇族傀儡。父皇临终时已经彻底看透了宗室的豺狼面目，他没有写完名字，就是不想再把江山交给他们。我愿以大明皇女的身份，在百官面前为你作证。公主，单凭您一句话，宗室会反咬您受我挟持，这天下讲理是讲不通的。不错，不过京畿重地不宜留太多边军，北将军应分批还镇，宋家的粮道也该交还户部统管。至于陆家小姐，也该回府待嫁，免得惹人非议。这是北疆8年阵亡的37万将士名次，这是洛城被水淹死的灾民名次，这是誉王逼空死难的禁军名单。你们选个3岁的娃娃做龙椅，谁敢让他背这些命？北蛮若明日难降，你们谁敢签字接管30万边军去挡刀？顾城月，你这是以军功要挟朝廷，你意图篡逆！住口！父皇遗命，要的是能镇住天下的人，不是任由你们摆布的傀儡。侯爷，宗室私兵已经联络了城外3支秦王残部，他们准备今晚趁国丧守备松氏，袭击灵堂，杀昭宁公主，抢走誉王。他们还要烧了太庙，嫁祸给北将军。既然他们听不懂人话，那就只能听刀剑说话了。青鸾，接管皇城4门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。裴烈，待血甲亲卫钉死宗室府邸，敢出门者就地格杀。宋之威，连夜开仓放粮，稳住外城百姓。遵命。他们把刀递过来，他们把刀递过来了。3层防线都不动，让他们冲，让全京城都看看，是谁在国丧之日起兵乱国。妖女受死！你被顾城月挟持，伪造先帝遗命，祸乱国本。先帝灵前，也轮得到你这种逆臣撒野。再往前一步，我斩了你陪葬。他早就和宗室约定，兵变成功就杀尽所有证人，我句句事实，求侯爷明察。带下去医治，供词照旧记入案卷。外城宗室私兵抢粮烧店，先帝临终有言，让顾城月震天下。臣女以大明皇女的身份，跪请侯爷安万民定社稷。组织是护天下百姓，还是护这群敢在国丧起兵的逆贼？诸位说句话，先诛逆王，斩叛宗，斩叛宗，安葬先帝。3日后，奉天殿决议国本。天下已经在等你一句话。诸位先看清楚，皇族旧朝内乱到了什么地步？誉王逼宫，宗宿谋反，先帝被活活气死，全天下只有我30万北将军敢进京轻逆。诸位现在跟我谈组织，好，我听着。侯爷救驾平乱，功盖天地，臣等心悦诚服。只是君臣纲常不可废，侯爷可先任监国摄政，待3年后幼主长成，再还政警事，这样才不坏万世纲常。说得好！顾城月逼死先帝，挟持公主，伪造遗令，他就是想抢皇族的天下，
礼部大人说的对，他只配当监国。侯爷，誉王早在逼京前就准备好了伪遗诏和替身，就是想等先帝驾崩后搅乱天下。他说只要就戳过3个月，就能重新召集秦王兵马。现在在立幼主，北蛮南下谁去挡？誉王余党作乱谁去平？京城百姓饿肚子谁去喂？你们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？自入京城以来，北将军未动国库1两银子，所有粮草全由宋家供给，开仓放粮救济灾民，分文未取。旧臣说武臣乱国，敢问哪来的乱？昨夜宗室私兵冲灵堂的时候，你们躲在哪里？若不是我北将军挡着，今日站在这里说祖制的人，早成了逆党刀下鬼。我接喜，3日后登基。登基大典之前，我会斩完所有逆党，清完所有余孽，定好钱粮兵制，让诸位看看，这皇位不是捡来的，是用血和命换回来的。侯爷，京冀3营旧将在北门起兵，打着护京讨逆的旗号，扬言要在登基大典前杀入京城清君侧。侯爷，京畿3营都是京中旧后，家属全在城里，他们只是被誉王余党煽动，不如暂停登基大典。侯爷先以监国身份下旨安抚，许他们既往不咎。若是贸然用兵，天下人会说新帝未立，先图救军，反而给了逆党口实。他们不是被煽动，是故意等我接戏才起兵。就是要把登基变成乱臣篡位，拖得越久，谣言越盛，他们越有机会拉拢人心。你带3000血甲骑兵出城列阵，记住，先围不杀，喊话分化。普通士卒放下兵器就给活路，只抓首恶，只斩誉王死忠。侯爷，末将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陆将军未来若要入主中宫，手上沾了太多经营将士的血，将来如何母仪天下？全军冲锋，退后者斩！真正的刀不在城外，在登基礼官名单里。大典照常。裴烈，封锁礼部名册，逐个排场。侯爷，礼官名单由礼部、宗人府残员、内廷司礼监共同拟定，足有300余人。若全部拘押审问，大典的仪仗、奏乐、祭祀将立刻瘫痪，让军封守摁的，任何银疗哨了。瘫痪也比留着刺客强。侯爷，我带先锋营接管大典防务。礼制不可废，否则这皇位便名不正言不顺。刺客要查，大典也要办。侯爷，誉王曾训练我识别内廷暗号，又盖欲望成宴。礼官的步伐、袖口相辉的种类、传信的手势，只要有意，我一眼就能看穿。我愿戴罪立功，只求事成后，侯爷免我一死。不行，他曾刺探军情，险些挟持宋之威，这种毒蛇怎么能靠近登基大典？更不能让他进入你的暗卫系统。陆将军，我若想害侯爷，在天牢就不会供出黄袍的秘密。我现在只想活命。你可以去查，但你记住，你不是我的暗卫，只是一把戴罪的刀。裴烈，你带人盯着他，若他借机逃跑或栽赃，不用请示，先斩后奏。奴婢明白。你的指甲缝里为何有黑粉？木炭是灰黑，这是硝石混合的药末。
退后！香炉里混了爆燃药沫！护驾，封锁广场！天意，萧石和硫磺也算天意。本侯不信天命，只信刀锋。大典不仅不取消，今夜连夜过审。查到什么了？侯爷，这药沫遇火即燃，是誉王侧妃被人救人孙嬷嬷的手笔，他就藏在礼部库房的杂役中。顾承岳，你以为炸死你就算完了？大典之上，不仅你要死，陆青兰和昭宁公主也得死。你们一死，军权和皇室名分全断，大明还是皇族的。杀！搜。侯爷，这最后一句写的是：陆青鸾封后礼前，必死。他们这是想用后位做筹码，把手伸进新朝的权力核心。若论内政之才，宋小姐掌管钱粮，定睛有功，远比只懂舞刀弄枪的女子更懂辅佐陛下。怎么，战场上没退过半步的陆将军，被几句酸腐之言逼得想退了？我陆青鸾的刀只杀敌，不杀礼法。他们说我血甲不洁，不配母仪天下。若我的存在让你心潮不稳，我可以回北疆。若我连陪我出生入死的女人都护不住，这皇位我坐着有什么意思？礼部，把皇后的职责给朕逐条念出来。皇后之责，在辅佐君王，安定后宫，护国佑民，为天下女子之表率。护国佑民？陆青鸾守北疆8年，破洛城，救宫眷，平宗室兵变，哪一条不是护国佑民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誉王余党自杀名单上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陆青鸾。敌人比你们更清楚，他不是摆设，是朕新朝的军心所系。陛下，臣女以为陆将军理当为后，新朝钱粮新政推行在即，正需要一位能压得住军方、镇得住萧少的人坐镇中宫。若非陆将军，世家必会趁新朝出力，继续操控梁家。先帝若见陆将军守灵堂、护遗诏、救宗亲，绝不会称他不祥，反会说他比许多皇族男儿更配站在帝王身侧。传旨，立陆青鸾为后，不因私情，只因他有护国之功、统军之能。谁再以“女子”2字羞辱他，便是在侮辱为京城流血的30万将士。顾承岳，不能在殿前见血。新朝刚立，若他们真死在这里，我会被天下人骂成祸国妖后。暂缓封后吧，我不急于这一时。今日退一步，明日他们就会用这招逼我退兵权、退钱粮、退皇位。这天下不能被文官的性命勒索。陛下，查清楚了，这些死谏旧臣背后都有世家粮商供养，他们家中的子侄昨日已暗中将大批经营田产转移到了城外。他们不是真想死，是赌您不敢杀。既然诸位大人要死宴，朕总得让你们死个明白。誉王逼宫时，王大人闭门不出，却收了誉王3000两白银。哼！洛城水患时，李大人中的粮铺囤积居稀，米价翻了4倍。宗肃一兵变业，张大人的儿子正给叛军运送伤药。这是被你们囤粮逼死的京城百姓名单。
你们口口声声为了大明，吃的却是百姓的血肉。刘大人，誉王软禁后宫时，是你替他往外递的条子，你还有脸谈组织？你们我没有组织！新朝不杀言官，但言官若想以死掩罪，朕成全你们。愿死谏者现在就可以状，但死后罪证照样公布天下，家族抄没，子侄流放，休想借忠臣之名逃脱查抄。罢免首恶，抄诺屯粮，其余无罪小吏留任官校。钱粮命脉，朕倒要看看，是他们的命脉硬，还是朕的刀硬。条件呢？大发国难财，还要伸手要权要人，你们的算盘打得真响。裴烈去查他们的暗仓，林婉彤带人盯死他们的私兵。3日够了，你用宋家全部信誉开平价粮铺，把他们的底牌逼出来。大家不要急，宋家米价绝不上涨。禁军听令，抓出煽动者，敢反抗者就地正法。看清楚，他们是拿了世家粮票的誉王余党，谁再跟着闹事，按逆党同谋顿处。诸位，自北疆起兵，宋家不仅未长一文，还亏银贴补军粮。今日我宋之威代新朝宣布新政，朝廷即日设立长粮仓，军民粮分账，任何世家不得再包揽粮税。诏告全城，凡3日内开仓平价售粮者，既往不咎。继续屯粮居奇者，按资敌论处，抄家灭族。不好，他们自己烧了粮仓。裴将军，这是宋家商队的腰牌，他们要嫁祸宋之威。放肆！分明是你们贼喊捉贼。侯爷，让我带兵去抄了他们的家。没有实证动物，只会坐实朕偏帮宋家武力夺粮的谣言。收刀。侯爷，大典在即，不能因知威一人误了新朝大局。臣女自请入狱，交出账印，待查明真相。你若清白，就在牢里等着，朕会把真凶的人头和账本一起给你送去。臣女遵旨。裴将军，起火点不在粮堆，而在地窖的油槽，这里有极浓的西域火油味。死人是不会把腰牌死死攥手心里的，这是死后被人硬塞进去的。西域火油，京城只有几家大香料铺有这东西。誉王侧妃的旧人，你跑得掉吗？带走！你们说宋家烧粮，那不如听听他怎么说。血口喷人，这是屈打成招！血口喷人，这是屈打成招！腰牌是死后塞的，油槽的灰烬与香料铺的火油完全吻合，你们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传旨！宋之威无罪释放，涉案世家即刻查封所有粮仓，家主打入死牢。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为大明尽忠的世家，勾结誉王余党里应外合，引北蛮3万铁骑越过旧烽燧县。朕若离京，你们便可趁机作乱，翻案迎立傀儡，是吗？这天下朕坐定了，北蛮朕也照打不误。陆青鸾，末将在。
朕命你率血甲骑与新编京畿营，即刻北上迎敌。侯爷不可，陆将军即将封后，怎能抛头露面统兵出征？有失后妃之礼呀！后妃之礼能当北蛮铁骑吗？你若能去，朕现在就准你带他领军。顶不住了，陆将军，撤吧！谁敢退半步，杀无赦！老兵压阵，新兵补位，随我退入后方狭道。誉王余党与世家勾结外敌，欲屠我京城百姓。朕今日在此立誓，凡内通外敌者，无论是谁，一律夷三族。夷三族，杀敌匪！敌敌死一死，杀！登基大典当日，京中有人会打开皇城东门。从北蛮将领尸体上搜出来的，密信里说，登基大典当日，京城会有人打开皇城东门。东门守卫森严，普通的禁军做不到。能在这个时候还敢替誉王余党卖命的，只有那些还没死心的宗室残余。侯爷，宗宿府邸的清查，交给我去办。公主，他们是你的血亲，若全杀了，天下会说朕篡景灭族；若放过一个内宴，大典之日便是血流成河。我大明江山险些毁在他们手里，我分得清轻重。好，谋逆者斩，旁观者牵，幼弱妇挪登记供养，不许他们私藏一兵一卒，谁敢反抗，就地正法。王婶，誉王逼宫时，这孩子差点被当成肉盾，是侯爷的刀保住了皇族最后一点体面。走，连老鼠洞都给我翻过来！用3岁稚童的玩具藏信物，这就是你们的亲情。昭宁公主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宗族养出来的忠臣，拿皇族血脉当筹码。副统领，你主子誉王已经废了，你现在放开他，本宫保你全尸。逆王，你的东门内应已经被挑断手筋，挂在城墙上了。明早大典，你可以安心上路了。是吗？顾承岳以为拔了内应就万事大吉了。替本王转告他，本王还有最后一份礼物。明日大典，本王要看着他在龙椅前亲手杀错人。顾承岳，你一个靠女人伤贾和叛徒夺天下的乱臣，你有什么资格做龙椅？侯爷，逆王口出狂言，有辱大典吉时，请侯爷先停下受戏，将逆王押下严审。拖延吉时？你们是在等什么人吗？有刺客！侯爷当心，身上有炸药！护驾！命太医救治，记他一功，但救罪不赦，伤好后按律流放。你的最后礼物，连朕的衣角都没碰到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我是皇族血脉。
朕今日登基，立陆青鸾为后，顺朕者昌，逆朕者亡。陛下，北疆800里加急，北蛮主力并未退去，大汗集结8万铁骑，正逼近旧烽燧县。他们在等新朝的第1道军令。兵部、京畿还能调多少兵？户部、国库还能支多少粮？陛下，连番动荡，国库早已空虚，大军若再开伐，实在无粮可调啊！户部哭穷，是因为你们把官粮都低价卖给了世家私仓。陛下，长滨仓新账在此。京城粮价已稳，北上军粮足够20日之用。若按旧户部的规矩调拨，粮草才会被层层克扣。陛下，臣妾愿率北疆旧部与新编京畿营北上迎敌。皇后娘娘后位未稳，便要掌兵，这成何体统？谁觉得皇后不配领军？现在就站出来！朕立刻把主帅的印玺交给他。朕不亲征，也不避战，朕坐镇京师总调度。陆青鸾为北征主帅，裴烈为先锋兼战，罗坤率新令军死守京城。昭宁公主镇抚宗庶，宋之威总管北上粮道。林婉汤，给朕把内廷外丞的眼睛全睁开，清查一切内用。朕坐京城，皇后平北蛮，谁敢在后方乱国，朕的刀先斩谁！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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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陛下，暗卫刚截获的北蛮大军压境是幌子，他们真正要等的是京城内有人在3日后献出陆皇后大军的粮道图。他们想断朕的粮道，好，朕就看看这京城里还有哪只老鼠敢伸出爪子。北蛮8万压境是虚，断粮道才是实。他们算准了陆青鸾刚当有帅，宋之威的梁桥新政还没站稳。旧臣盯着我们出错，只要粮道断1天，朝堂就能骂翻了天。臣查过，旧户部3成1仓的粮早被转向去世家死仓，就等着我们粮尽出乱，逼陛下恢复世家粮税包产权。陛下，粮道出事，臣女去最合适。宋家走了几10年商路，沿途异族官快都熟，若是粮道断在臣女手里，臣女提头回来见您。准许你调用沿途所有官仓，抄世家私仓，先斩后奏。朕把话放在这儿，你调度出错，朕不会因前功饶你。你做成了，新政稳了，宋家就是新朝第1财阀。臣女明白。你藏粮不是为了贪，是等北蛮破边后，再以10倍价卖给朝廷，逼陛下恢复旧制，对不对？带我去伙房。就晚1日，应该不会出问题。
北蛮就是算准了我们一定会回援，他们8万主力，正面大营只剩几千人守着，我们全去救粮，正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烧了粮就能把我们拖死在雪原上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看着粮队被烧。你带3000血甲骑，连夜急行军去白狼坡，缠住北蛮前锋，只围不攻，死守核心粮车，等我消息。我带主力压北蛮正营，逼莫容可汗自己选，要烧粮还是要大营？末将领命。哈哈哈！中原新朝真是有意思，运粮的是女人，领兵的也是女人。等我们烧了粮，抓了你们2个，献给大汗当礼物。别冲！粮车周围全埋了火油，硬冲就是同归于尽。全体下马，结盾阵护住核心粮车。弓箭手跟我绕后，杀他们的火箭手。大汗没有退回草原，带着残兵去了西边废弃黑石边堡，说那边有誉王余党送的火器图和京城布放残绢，要修整好了再打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千金之躯，怎可亲自率军涉险为保？此乃大计呀！你审誉王余党的火器匠，查出什么了？回陛下，誉王当年确实在黑石边堡藏了旧火药库，北蛮故意路破绽引皇后宫堡，就是打算引爆火药库，把皇后和主力一起炸死在里面。传令陆青鸾不许强攻正门，逼北蛮自己把政务送出来。政务可以夺，但人不许折在死堡里。娘娘，北蛮现在是残兵，我们趁夜攻进去，就能夺了图纸。陛下说的对，他们巴不得我们强攻，进去就是同归于尽。我们围得久了，他们熬不住，一定会想着带图纸突围。陆皇后想要图纸和这些工匠的命，就让你的人退开。
陆皇后，想要图纸和人，你自己一个人过来，卸了甲。敢让你的人动一步，我先杀了这些工匠，烧了图纸。全天下都要说你们皇后为了一张纸，7条人命都不顾。娘娘，不能去，这就是陷阱，他就是要抓你陛下退兵。粮道刚稳，主帅若是被俘，前线军心直接就散了。不如我们退后3里，放他们走，等陛调兵再追。助长干。不行，火器图落在北蛮手里，下次他们就能轰开雁门关，这是心腹大患。我去，拖到陛下的密令到，你们听我信号再冲。莫容可汗逼陆青鸾孤身谈判，就是笃定我们急着拿图纸。他要等京城先乱，我们才会给他可乘之机。林婉堂，你用旧日誉王暗线送一封急信进去，就写京城内应已暴露，残卷若被劫，大汗必死。臣遵旨。只是暗线已经半废，臣去送信，难免被御史抓住把柄。林婉堂送信，功过之后再算。来人，带林婉堂下去，待加后旨，事成抵罪，事败连坐。烧了不妨残卷，只带火器图走，残卷留着就是护祸根。报！城外老工匠口信，投名册已入京。听说了吗？宋之威要接掌钱粮了。既然投名册已经到了京城，那正好，今天就查个清楚。传朕旨意，所有3品以上官员、世家代表、宗室安置官，全部留在奉天殿，任何人不得外出，封门搜检。陛下，新朝初立，第一次就封门查册，会吓得人心惶惶啊，有伤国本。誉王逼宫的时候，你们要程序；北蛮压境的时候，你们要组织。如今通敌名次就在京城，你们还要体面。朕告诉你们，朕偏不给体面。臣辨认过誉王案记，投名册不是纸本，是分刻在5枚玉牌内侧，5枚合在一起才能读出完整人名。陛下，这是栽赃！臣对新朝忠心耿耿，怎么会通敌？把你腰间的玉带玉扣摘下来，给朕看看。陛下，死无对证，这是栽赃好人啊！搜许崇府邸，所有文书账册全部带过来。宋之威冻结许崇所有关联钱庄的流水。陛下，花纹对得上，最后1枚主玉牌藏在宫内，只有经手先帝丧仪的人才能拿到。打开吧。昏暗的先帝寝偏房中，最后1枚主玉牌就在这里。陛下，怎么会是老奴？怎么会是老奴啊？报！北蛮残部已在黑石原重新聚拢。正因为人人自危，才要公开审，分清楚谁是真逆，谁是邪从。新朝不能只靠刀压人，要立规矩，让全天下都知道，通敌者死，
胁从者可赎，观望者别想再掌权。老奴有罪，老奴怕，对不起先帝，求陛下赐老奴一死。但是老奴真的没有通敌呀。林婉堂送信查册有功，免你死罪，赐名入按卫籍，3年不得离京，功过逐一记录。谢陛下不杀之恩，臣遵旨。即日起设立督察院，按卫查逆案，有过必罚，有功必赏。陛下，前线急报，莫容可汗集结了所有残余骑兵，共5000余骑，在黑石原摆开决死阵势，扬言要和陆皇后决一死战，要用皇后的血祭旗，重振北蛮威名。陆皇后，出来决一死战！你杀我儿子，夺我火破土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新编京畿营刚整编完，我要是退了，新兵看到主帅怯战，不用打就散了。北蛮已经是困兽，赢了这一场，北疆10年安宁，我流这点血值当。结阵，不许退！不降？你要是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，现在就换了朝服去黑石原，替皇后战一刻，你去不去？第2批粮草、箭矢、伤药，今日就出发。宋之为你亲自押，走宋家商路，3日必须到前线。裴烈，你带2000火器兵，把我们按火器图改好的巨马、火油棍运过去，堵死黑石原的窄口。末将领命。来呀，有种就过来！放下兵器者不杀，愿意归降的编入边地牧场，愿意回去的10年不许越界，违者不着连罪。麻烦通禀陛下，我有最后一份认罪书，要亲手递上去。朕不杀你，削你称号，扣你长子为质，边界护市10年之后再开。你回去告诉北蛮诸部，大明北疆，只要朕在，就轮不到你们放肆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你继续做你的昭宁公主，宗正府由你监领，管好景氏宗亲，不会亏了你。臣女遵旨。罪女苏若宁，从洞房换到死开始，一步步助誉王谋逆，害了无数人命。罪女不求陛下原谅，只求削籍为庶，终生守在誉王案死难者的灵前，赎罪余生。准，罪己永存，终身不得入京华。去吧。陆青鸾随朕从北疆杀到京城，守过雁门，平过兵变，擒过莫容可汗，新朝的江山有他1半的功劳。朕立他为后，不是因私情，是因他有功于大明，有功于百姓。清君侧，诛逆王，从8年前原主用全部战功换一纸赐婚开始，到今天才算彻底清完。以后呢？以后
你陪朕坐着龙椅，守着大明江山，刀一起握，天下一起守。